法国目前最大的广场在哪里？就在这里了，这个有方尖碑的地方。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广场。这里离杜乐丽花园非常的近，所以以前这片区域也是沼泽，动不动就会被淹没。之前我们提到这儿周围包括杜乐丽宫都在搞建设，所以这个地方逐渐就被用来堆放建筑材料，作为一个纯组的仓库。这儿开始正经搞建设，要到18世纪，跟法国的国王路易15有关。之前不是说过在旁边修建了一个凡尔赛宫，这位路易15只是唯一一个在凡尔赛宫出生和去世的法国国王。当时的这位路易15正好生病了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治疗跟休养之后，终于算是康复。巴黎的商人跟王室关系肯定都还可以，那为了庆祝路易15的身体康复，于是他们就决定要造一座雕像。那放哪里呢？杜乐丽宫和杜乐丽花园正好有一条轴线，那就沿着这条轴线放吧，并且让路易15的首席建筑师安琪亚克·加布里埃尔来对这块场地进行规划。最终这座广场是在1772年竣工，那上面放着路易15的雕像嘛，于是就叫路易15广场。在广场竣工的前后，加布里埃尔还在这里建造了2座相同的宫殿，那就是这2座，原本是用作大使馆，但后来还是成为了皇家家具的仓库。后来几年这个广场也算正常吧，上面放点集市，举办活动，偶尔也会发生一点火灾。然后就是路易16上台，而法国也即将进入非常重要的时期，所以让这座广场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法国大革命，那就热闹了。革命嘛，首先要从王室下手。当时的路易16是住在凡尔赛宫的，刚开始巴黎开始骚乱，那时候王后还有王室就开始劝说路易16赶紧到外面去吧，避一避风头。路易16觉得外面的这些革命过一阵子就平息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觉得不对劲。不过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天晚上，巴黎的民众还有国民卫队士兵几千名人员闯入了凡尔赛宫，相当于把路易16控制了，并要求他搬到巴黎的杜乐丽宫。理由就是国王你得住在巴黎人民中间，才能对老百姓负责嘛。路易16也没办法，于是就搬到了巴黎。但在这段时间，路易16的民众支持程度还是挺高的，毕竟他作为国王能够愿意到杜乐丽宫来，而且愿意放弃王室的一些权利，反正在巴黎待着就待着呗。但是到后来，革命派跟保皇派就在杜乐丽宫发生了一起冲突，他的想法有点改变，决定秘密地逃出杜乐丽宫。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没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靠谱的。路易16也没有认清现实，把出逃当度假。出逃那天进行乔装打扮是为了隐蔽性，但是弄了一辆用6匹马拉的大马车，非常的引人耳目。路上状况也很多，修修停停。在马车进行换马的时候，路易16也喜欢跟当地的农民聊天，而王后玛丽也喜欢给小费，反正只要路上帮助过他的人就给点钱。久而久之，这一路上大家就知道，至少是有一个蛮显赫的家族会路过，那这还了得。于是他们走到哪里，欢呼声就到哪里。后来到了圣梅内胡尔，被当地的邮政局长认出来了，于是他马上上报并采取行动。很快啊，路易16一行就被控制住了。那你说当时按理来说也是国王一行，就没有士兵去接应吗？有，但走了，因为他们这一行啊太拖沓了，又是聊天又是发钱，导致这个行程很缓慢。于是原本要接应的骑兵部队一看过了这么久还没来，估计这国王一行啊是没成功没出来，要不咱们先撤。于是他们就先撤了，就导致了完全没有接应，这你受得了吗？于是整个路易16一行又重新回到了巴黎，进入了杜乐丽宫。经过这一次的折腾之后呢，路易16的人设就有点立不住了，因为他原先还是愿意接受一定的妥协，放弃一定的权利，人民对他还是有很高的支持度的。但是这么一来，大家根本就没法接受了。当时也有很多传闻说路易16勾结其他外国势力来对革命进行干预和镇压。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的，这下好了，大家开始慢慢相信了。然后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就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路易16的问题。这里面有激进温和2派，激进派当然觉得要废除国王，对他进行审判。那温和派觉得呢，算了。最后的决定是国王无罪，但是要恢复王位，国王必须同意并签署宪法，确定君主立宪制。最终路易16在1791年签署了法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。这个结果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一方面欧洲的王室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联系，另一方面大家都是君主制国家，他们也担心法国的这波革命会蔓延到他们自己。旁边的国家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，再具体点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，他们就表示继续支持法国王室，反对法国革命。毕竟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神罗皇帝利奥波德2世的妹妹，这么一来法国的革命派当然不干了咯，辛辛苦苦那么久你们不承认，于是他们向普鲁士跟奥地利宣战。怎么说呢，这个应该是冲动了啊。
因为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。首先内部多年的征战，加上之前又建凡尔赛宫，又建各种宫殿，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，而外部又支持美国独立战争，出钱出力打英国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法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而且又对普奥宣战，那肯定开局不怎么样。不过历史就是这样，打着打着出现了一个叫拿破仑的人。这都后话了，咱们还是回到1792年，普奥联军总司令卡尔威廉·费迪南发表了布伦瑞克宣言，大体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法国人老实一点，如果路易16或者王后受到伤害，那整个巴黎将被抹平。就这口气，你受得了吗？于是巴黎的激进分子又叫无套裤汉冲进了杜勒利宫。这里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叫无套裤汉，因为法国的一些贵族在裤子外面还有一个小裤裙，底层的老百姓没有钱去买太多布料，所以就是一条裤子，没有套裤。而整个过程当中反抗比较激烈的很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，久而久之，无套裤汉就成了激进者的代表。这部分人也组成了早期的法兰西革命军。回到故事当中，这不是说把杜勒利宫给包围了吗？并且直接捉拿了路易16，说国王王后不能受到威胁，现在咱直接把他们给抓了，你们能怎么样？这就是法国的8月10日事件。这之后，国民立法议会，就是原先的国民制宪议会，就宣布法令，暂停国王路易16的职务，并且选出新的国民公会代表。在同年9月，国民公会开会决定废除君主立宪制，成立法兰西共和国，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。这期咱们是在聊协和广场说了那么老半天，这段时间的协和广场都没什么变化，这叫路易15广场。就在1792年的8月宣布废除君主制的第二天，大家都到路易15广场上，把路易15那个雕像给推倒了，拿去融化掉。几个月之后又放了一个新的雕像，自由女神像，而这个广场也被更名为革命广场。原先这里是没有放断头台的，这个断头台是放在卡鲁塞尔广场那里，后来人们把它移过来，开始作为一个新兴的场地。最早在这里被处决的是2个偷钻石的小偷。那现在国王不是没了吗？那路易16怎么能叫路易16呢？换个普通名字叫路易卡佩。原先不是说路易16沟通外敌吗？后来在搜查杜勒利宫的时候，确实发现了跟各路外国势力沟通的信件，相当于被实锤了。那现在这个普通公民路易卡佩怎么办？虽然现在是法兰西共和国，但内部还是有温和跟激进两派。显然在那个大环境下，激进派的影响更大。这里激进的这一派也叫雅各宾派，之前说的无套裤汉也经常形容他们。他们认为路易16犯有叛国罪，应该被送上断头台。在1793年1月，审判路易卡佩的委员会经过投票决定，路易卡佩有罪。在1793年的1月21日，这位路易卡佩被送上断头台进行公开处决。说来也巧，这个断头台的斜面刀口还是路易16在位时期参与改良过的。而在同年10月，王后玛丽也在这里被处决。在整个大革命期间，有2000多人被送上断头台，将近一半是在这个革命广场执行的。而路易16也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。可能是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血腥，到1795年，法国政府就决定将这里更名为协和广场。后来1814年，波旁王朝复辟了，于是这个广场又改名为了路易15广场。那感觉还是没有那么到位，后来又改名为路易16广场。不过在1830年法国7月革命之后，广场又改名为了协和广场，之后这个名字就没怎么变了。但是广场上的东西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。1831年，埃及总督送了法国2个方尖碑，就是卢克索方尖碑，因为技术原因就运来了1个。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就决定把这个方尖碑放在这个协和广场上，在1836年把它立了起来。后来的建筑师又在方尖碑2侧加了2个大喷泉，这个方尖碑原先顶上是没有那个亮晶晶的金字塔的，法国政府在1998年把它加了上去。现在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到这个广场上，方尖碑上的那个顶会非常的亮。后来这个广场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比如说法国阅兵，还有一些骚乱。当然阅兵肯定少不了德国士兵。现在这里人来人往，目前也在为奥运做准备。这儿也是巴黎这条轴线上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大概很多人也会在这里边拍照边说起在这个广场上曾经发生的故事。